当地时间周一，美参议院外委会通过提案，提议对参与在南海和东海所谓有争议地区相关活动的中国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分析指，美国部分政客披着伪善外衣，对南海问题指手画脚，太可笑。事实证明，美国已成为南海和平的最大威胁者，也是南海合作发展繁荣的绊脚石和搅局者。中国国防部已要求美方就核潜艇南海碰撞事故公开说明情况。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南海周边国家也对美英支持澳大利亚海军建立核潜艇部队表示担忧。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周二通过一项提案，要求制裁中国参与南海和东海领土争端有关行动的自然人和法人。该委员会主席鲍勃·梅嫩德斯在推特上写道：“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在今天的会议上通过了1657号提案，即2021年南海和东海制裁提案。该提案接下来将移交参议院表决。”这意味着接下来提案将送交参议院全院审议，通过后交给众议院表决，两院都同意后，提案才会递交给总统拜登签署生效。一旦生效，美方的制裁手段一般有3种，具体包括冻结在美资产、拒绝入境和撤销现有签证。实际上，这是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和民主党籍参议员卡丁在5月17号一起提出的跨党派提案。卢比奥是有名的反华急先锋，他最早是在2016年12月提出这项提案，之后分别在2017年3月、2019年5月重提，都未排上委员会议程，最后无疾而终。但卢比奥今年5月卷土重来，第4次提出南海和东海制裁提案，参议院外委会予以通过。去年，美国务院商务部就曾以所谓参与南海军事化、参与南海非法活动为借口，宣布对参与南沙岛礁建设的中方企业及人员实施制裁。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已表示，中方在本国领土上开展相关建设，完全是主权范围内的事，与军事化无关。观察指，实际上美国部分反华政客一贯疯狂，这只是其闹剧的续集的加更。最近几年，美国国会频频上演各种闹剧。根据不完全统计，美国国会两院排队等待通过的涉华反华提案有将近360个。美国国内的反华势力认为，现在拜登政府的对华关系趋缓，这让他们非常不满，认为这是拜登政府的妥协，加紧各种反华操弄。事实上，美国才是南海和平的最大威胁。10月7号，美国海军发布了一条早应该在5天前就发布的消息，称美国海狼级核动力潜艇康涅狄格号在南海海域撞到了不明物体，导致船体颠簸受损，人员受伤。但是在事故发生后，美方没有根据惯例实时公布事件的细节，而是选择在水面继续航行5天，直至靠泊关岛基地后才发布。美国媒体曝光碰撞导致至少11名艇员受伤。周一，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就此事回应称，中方对此次事件表示严重关切，要求美方作出澄清。美方作为当事方，有责任有义务详细说明事件有关情况。谭克飞进一步指出，美国军方此次刻意拖延和隐瞒了事故详情。10月2号发生碰撞事故后，时隔5天才发表一份语焉不详的简短声明，这种不负责任、遮遮掩掩的做法缺乏透明度，极易引发误解误判。中国及南海周边国家不得不质疑事件的真相和美方意图。它的这个核潜艇所活动的区域呢，距离咱们的这个领海，包括经济专属区是比较近的。你过来是准备，执行一些这个侦察任务，还是说是，就是一个战争行为？那么这种情况，其实你在水下的时候谁也不知道。包括你走了之后，你说你遇到了事故，那到底是什么事故？你撞到了什么东西？你说的也不清不楚的。中美两国呢都是这个核大国啊，这个又是这么敏感的这个核潜艇，如果说是不搞清楚的话，一定是会引起很多的误解，甚至乎可能在战略上或者战术上出现一些误判。据关岛《每日邮报》当地时间10月8号晚间报道，康涅狄格号核潜艇已经抵达关岛，但美国海军并没有进一步透露这起水下碰撞事故的细节，也没有说明这艘核潜艇遭受了什么损伤，只是强调美国核潜艇并没有与另一艘潜艇相撞。外界分析指，在南海海域操作核潜艇并不容易。美国海军历史杂志2008年曾发表了一篇关于美海军杜富鱼号核潜艇1972年在南海巡逻的报告，称到处都是岩石、浅滩和沉船，十分危险。如果说1972年的南海已经很难通过，那么今天的南海只会更难。随着南海海底地形情况的变化，以及美国海洋测量船很难再像之前那样肆无忌惮地出入南海，因海图失效而导致核潜艇撞上海底礁石或沉船等物体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也有观点认为，美方此次一反常态的低调，或许是因为事故原因不光彩，甚至不排除是康涅狄格号核潜艇上的官兵操作失误导致碰撞事故。有分析指，康涅狄格号搭载了核反应堆，假如发生美军士兵恶意行为，后果不堪设想。美国也没有太公布说这个碰撞造成了多大的损失，但是呢，因为它这个美国只有3艘这海狼级的核潜艇，而其中1艘呢就这个无端这么就撞了，对于这个美军的形象啊，包括说是它是不是传说中这么厉害啊，尤其是你这个这么高级别的这个装备在水下就轻易的翻车了，是吧？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周二还表示，美英澳近期建立3边安全伙伴关系，开展核潜艇合作，使得澳大利亚这样的无核国家获得可用于制造核武器的核材料，将使武器及高浓铀脱离必要监管，带来巨大的核扩散风险，严重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精神，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诱发军备竞赛，破坏东南亚无核区建设，发生核事故的概率也会大幅上升，给地区和平安全带来严峻挑战。事实上，这也正是域内国家最为担忧的事情。9月15号，美英澳 AUKUS 宣布成立。次日，新西兰就第一时间表态，禁止澳大利亚核潜艇进入该国水域。英国卫报周二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派遣了一个特别小组，调查美英澳3边安全伙伴关系的安全和法律影响。如果美澳方面的交易最终实施，这将是无核武器国家首次获得核动力潜艇。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格罗西警告，其他国家或将效仿澳大利亚，寻求建造核动力潜艇，这会引发严重的核扩散和法律担忧。例如，加拿大和韩国都在考虑建造核动力潜艇，巴西也有一个正在进行的核潜艇项目，他们都是美国的盟友，或与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条约呢，它本身是限制核武器的扩散，就是说你造原子弹啊这种爆炸性的核武器。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国际原子能机构呢对这个核设施，比如说是这个核电站呢，它是有一个严格的这个全流程的监管的。当时制定这个相关条约的时候呢，各个国家没想到有人会转让核潜艇这么敏感的技术去给其他的这个非核国家。实际上，这个是核不扩散条约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灰色地带，或者说是漏洞吧。本月初，北约驱逐了8名俄罗斯驻北约使团成员，俄方随后作出反制，宣布将暂停俄驻北约及北约驻俄相关机构的工作。周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谴责北约长期无视双边关系原则，且无视莫斯科，认为北约应该率先采取措施改善双边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近期表示，不应将俄罗斯和中国视为单独的威胁。他还鼓动称，如何应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威胁，将是未来10年北约战略构想中重点关注的领域。Сами натовцы просто похоронили главные правила, лежавшие в основе создания Совета России и НАТО, а именно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срочно консультироваться в кризисных ситуациях, и это, в общем-то,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Это продолжилось и когда американцы спровоцировали и поддержали госпереворот на Украине в феврале 2014 года. 拉夫罗夫表示，近年来俄罗斯提出了很多建议，但都被北约无视了。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日指出，事实上，目前俄罗斯和北约已没有任何联络和对话。北约不仅口头表达了从各方面限制俄罗斯的意图，还用实际行动佐证了这一点。此前一天，俄罗斯外交部宣布，从11月1号起暂停其驻北约代表团的工作，同时下令关闭设于比利时驻俄大使馆的北约驻莫斯科军事联络处。若北约成员国有任何紧急问题，可以联络俄罗斯驻比利时大使。拉夫罗夫强调，在俄与北约关系方面，俄方已没有必要继续故作姿态。北约发言人朗杰斯古则回应称，对俄罗斯的做法感到遗憾，并声称仍对有意义对话持开放态度。分析指出，北约即将举行国防部长会议，届时将讨论俄罗斯的这一决定所导致的潜在后果。政治俄罗斯网形容事件为一场新冷战，俄与北约正进入尖锐的公开对抗阶段。德国南德意志报称，俄罗斯和北约脱钩，意味着俄罗斯与西方联盟之间不再有任何直接的军事接触，也标志着双方关系跌入新低谷。纽约时报评论说，这个决定将结束冷战后俄罗斯与西方联盟之间建立信任的试验，这种试验从未非常成功。
俄罗斯驻北约的代表处呢，实际上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在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可以说已经处于一个瘫痪的状态。所以我想这次俄罗斯呢，它这个举动主要还是一个象征性的意味比较大一点。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持续紧张，直接导致对于俄罗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黑海海域成为多国的练兵场。每年夏季，北约成员国都会在黑海举行海上威风军演。今年的演习时间为6月28号至7月10号，有来自32个国家的约5000名军人、32艘舰艇、40架军机和18个特种作战与潜水小组参与了军演。俄媒称，这是该年度军演历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更令俄罗斯感到不安的是，今年海上威风军演还邀请乌克兰参与。乌克兰并非北约国家，近年来却一直在尝试加入北约，这也成为俄罗斯与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之间最大潜在引爆点。俄罗斯国防杂志主编科罗特琴科认为，除威慑俄罗斯外，军演的另一个目的是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海上威风演习包括陆上行动，美国以及其他北约国家的大量军事装备会被送往乌克兰，并最终留给乌军使用。在军演开始前，俄罗斯军方已与参加军演的北约国家军舰发生摩擦。据俄方消息，6月23号，英国海军保卫者号驱逐舰当天在黑海西北区域活动时越过俄边界，俄黑海舰队与俄联邦安全局被迫开火警告，将其驱离。当地时间周三，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媒体证实，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年底前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今年6月，普京与拜登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了拜登执政后的首次会面。普京形容会面有建设性，而拜登则称双方存在分歧，但并非毫无交集。上周，普京出席俄罗斯能源周主题论坛全会时也公开表示，他与拜登保持着稳定的工作联系。美国和俄罗斯两国的一个国内状况，包括这个国际格局态势，决定了美俄关系现在很难根本扭转他们的关系的状况。那么，为什么美俄两国领导人还要保持这么一个接触？目的在于控制美俄关系，而不是说要改善美俄关系，从而使得两个关系能够得到控制，知道对方想干什么。想要什么，互相有一个沟通有确定但是两国元首的会晤并不妨碍两国在政治上、在那个外交上，包括在地缘政治上继续进行那个博弈包括互相制裁。值得注意的是，近期北约开始调转矛头，大肆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英国《金融时报》周一报道称，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接受该报独家采访时表示，中国已经通过其网络能力、新技术和远程导弹对欧洲安全产生了影响。如何应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威胁，将是未来10年北约战略构想中重点关注的领域。他称，这标志着北约对自身目标的一次重大反思，反映了美国的地缘战略重心转向亚洲。北约组织计划在明年夏季峰会期间通过新的战略构想，以确定北约组织未来10年的战略方向。现行战略构想是在2010年通过并实施的，其中并未提及中国。此外，斯托尔滕贝格还表示，不应将俄罗斯和中国视为单独的威胁。首先，中国和俄罗斯密切合作；其次，当我们在技术上投入更多时，我们是同时针对中俄两国。现在西方存在着这样一种论调，就是认为中俄某种程度上是联手，甚至结成联盟来挑战他们所谓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挑战他们所谓的自由世界，挑战他们的价值观。实际上，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冷战式的思维。今年以来，斯托尔滕贝格多次提到北约和中国之间的关系。10月6号，美国政客网站刊发了对他的专访。斯托尔滕贝格一方面宣称北约要在气候变化议题上和中国合作，一方面又继续渲染中国拥有了全球最大的海军，中国国防经费世界第2等。在访谈最后，斯托尔滕贝格老调重弹，继续呼吁中国就军备控制展开谈判。但他同时表示，北约不把中国当作对手，也不把中国当作敌人。现在因为美国日益的把它的这个战略重点转向亚太地区，那么搞印太的战略搞所谓的美澳英的这样的安全伙伴的关系。那么北约它的作用和地位实际上是在处于一个弱化的过程当中。那么现在北约为了维护它自身的定位，为了维护它自身的价值，那么它必须呢要把中国也作为一个打击的对象、威胁的对象来看待。但是实际上呢，它在地理上也好，在实际跟中国的矛盾冲突也好，并不是特别的直接。所以我觉得这恰恰体现了它这种很摇摆的，甚至是可笑的这样的一种战略观。现在我们看到北约也好，欧盟也好，和其他欧洲国家也好，他们在中国问题上表现出了一种经常自相矛盾一种难以两全其说的一种表态。其实和欧洲现在在国际上地位有关
一方面，他们要保持和美国的同盟关系啊，所谓西方联盟；另一方面，他们又和中国在经济上啊，在各方面的一个利益关系啊，在又是很难割断。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生您好。美国参议院外委会通过所谓南海与东海制裁法案，威胁对参与中国积极维护在南海和东海海洋和领土主张努力的个人和实体实施所谓制裁。那么您对此怎么看呢？这一法案在参议院外委会通过，还需要通过参议院、众议院投票。如果能够通过的话，将交由总统签署实施。也就是说，这一法案还需要好几个程序才有可能成为法案。从法案的内容来看，就是以制裁的方式来打压中国在南海和东海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动。法案其实在几年前有卢比奥这些比较极端反华的参议员提出，但是一直没有进入立法的程序。现在在外委会通过之后，有可能有机会往下进行。从特朗普政府时期开始，对华政策出现了一个显著的趋势，那就是美国国会在其中扮演了越来越突出的角色，通过了一系列涉华的法案，这是值得我们关注和警惕的态势。卢比奥这些政客以反华博取眼球，捞取政治资本，通过法案打压中国在南海和东海的维权行动。这说明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美国现在要赤膊上阵了，单单依靠区域内的国家不足以达到美国的目标了。第二个就是美国将印太军事化的节奏在加快。几年前提出的法案，现在在参议院外委会讨论和通过，迎合了美国政府对华战略的调整。第三就是美国以经济制裁的方式实现地缘政治的目标。也可以看到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的安全化和军事化。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在前段时间还提出说，中美要持久共存，中美经贸要再挂钩。中美经济是深度嵌套在一起的，美国要以制裁打压中国，中国也只能以反外国制裁法进行应对。当然，从美国政府的整体战略来说，卢比奥的这个法案不是美国的战略工具，而可能是个坑。北约秘书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扬言，要将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所谓威胁作为北约未来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您对于这一表态是如何看的呢？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拜登上台之后就比较活跃，尤其是在对华政策上频频发声，而且呢调子还不太一样。最近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的时候就表示说，将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所谓的安全威胁作为北约未来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前段时间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说，不把中国当作对手，也不把中国当作敌人。从斯托尔滕贝格的各种表态中，我们看到的是北约现在的迷茫、躁动和焦虑。首先，北约不是全球性的军事组织，北约是北大西洋地区的军事同盟体系。斯托尔滕贝格似乎忘记了北约的地理范围了。此前已经有欧洲国家领导人就提醒过，北约就是北大西洋地区的组织。斯托尔滕贝格认为中国离着欧洲越来越近，所以就把中国视为威胁，这是很奇怪的论调。互联网已经将全球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按照斯托尔滕贝格的想法，北约应该将技术和全球化视为威胁。其次就是斯托尔滕贝格为北约寻找新的目标。在美国和北约从阿富汗撤军，结束了长达20年的全球反恐战争之后，北约需要新的存在理由和合法性。其实，在冷战结束之后，北约一直面临着合法性的危机。华约瓦解之后，北约这么庞大的军事机器还要存在吗？北约不断通过更新所谓的战略新概念，寻找威胁。人道主义干涉、反恐都曾经是北约存在的理由，但是我们看到，经过一轮轮干涉和不断的战争之后，北约没有带来安全，反而成为威胁。反恐战争结束了，北约需要一个重大威胁作为自己存在的理由。最后，斯托尔滕贝格在拜登上台之后变得非常活跃。特朗普曾经认为北约都过时了，拜登现在将北约作为团结盟国的纽带，但是美国的目标是让北约介入到印太，为美国的战略服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上个月美国搞了英美澳同盟，北约被晾在了一边。斯托尔滕贝格似乎现在也把不住拜登政府的脉了，即便是对美国亦步亦趋，也不一定能够跟得上节奏。好的，谢谢孙。
针对中国投资，英国首相及贸易大臣近来暖风频吹。约翰逊表示不拒绝中国非战略投资，并特别强调自己不反华。针对英方表态，中国驻英大使郑泽光告诫，中国投资者密切关注英国政府变化，但英方必须用行动展现诚意。所言有何针对性？继去年封杀华为和中国5G 之后，英国现在又动起中国核电企业的歪脑筋，扬言要撕毁核电站项目合约。脱欧后全面抱紧美国大腿，现在又舍不得中国经济利益，英国人这种想好处占尽的国家算计行得通吗？陈斌、简军波在线分析。英国首相约翰逊周一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英国不会将所有中国投资拒之门外，并强调自己不反华。然而与此同时，英国追随美国恶华政策，在5G 及核能等领域排挤中国企业，又宣称在非战略性领域不排斥中国投资，但却没有给出清晰界定。针对英方相关表态，中国驻英大使郑泽光告诫，中国投资者密切关注英国政府的政策变化，但英方必须用行动展现诚意。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也强调，希望英方为中国企业营造公平、开放、非歧视的营商环境。英国周二举行伦敦招商引资会议，旨在吸引全球企业到英国投资。约翰逊在会议的前一天接受美国彭博社采访，谈及中国投资时表示自己不是反华者。他强调，英国不会赶走所有来自中国的投资，因为中国构成英国经济生活的一大部分，而这一现状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So investment in development, look at what's happening in Greenwich, Vauxhall Nine Elms. Things have taken off there because of Chinese investment. So I'm not going to tell you, John, that the UK government is going to pitchfork away every overture from China. Of course not. 英国国际贸易部周一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去年6月至今年6月，英国从中国的进口额约合6000亿人民币，同比增长近40%。中国成为英国的第3大贸易伙伴。彭博社指出，约翰逊的表态凸显英国不想拒绝中国的投资。这也正是英国官方预借这次论坛释放的最重要信息。不过，口口声声强调不是反华者的约翰逊在采访中话锋一转，声称不应天真地看待关键的国家基础设施部分。观察认为，约翰逊这番表态是在为英国自2020年开始追随美国的恶华政策，加大对中国企业打压力度进行开脱。去年7月，约翰逊政府宣布全面禁止华为参与英国的5G 建设，2027年前将5G 网络去华为化。据英媒报道，如今英国还打算在核电领域将中国企业拒之门外，将中国广核集团从萨福克海岸的核电站项目中移除，并计划在英国未来所有核电项目中全面封杀中国企业。You mentioned nuclear power, you mentioned 5G technology. Those are all legitimate concerns that any government, many other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have. 就在约翰逊接受美媒采访的当天，英国新任国际贸易大臣特里威廉表态称，尽管存在所谓人权担忧，英国欢迎中国继续投资英国的非战略性领域。当约翰逊被记者问及如何界定非战略性时，他顾左右而言他，拒绝给出明确定义。You've come up with this strategy saying that you will let them invest in non-strategic assets, which seems to be not Huawei, not technology, and not nuclear power. And I wondered what sort of things will they be allowed to invest in? You talked about infrastructure. Monumentum requiris circumspici. If you want evidence, look around you. Okay, so when I was running London, I went out several times to China and had fantastic trips there. China is a great country in civilization. What about wind power? Would you let them buy offshore wind power? That's infrastructure. I think you'd have to railways. You'd have to look at you'd have to look at what was you're defining as strategic or critical. 与新任国际贸易大臣一样，约翰逊做出了两面派的表态。他声称，尽管两国在涉藏、涉疆、涉港议题上的对话非常艰难，但两国关系依旧能够持续繁荣发展。We will continue to stick to our views, but actually, trade with China has continued to expand for a very long time, and I think probably will continue to expand, as I say, for
for the rest of our lives. 中国驻英大使郑泽光周二也在线上记者会上指出，中国投资者对在英国投资充满兴趣，并密切关注英国政策的变化，但只有英国在投资上展现出诚意，他们才会做出投资决定。所以，英国持续改善中国投资者投资环境十分重要。郑泽光说，中英两国企业在诸多领域务实合作潜力巨大，其中环保方面的电动汽车领域已取得一些进展。伦敦街道上已经出现比亚迪的电动公交车和吉利的出租车，同时还有一些中国企业正参与英国汽车电池研发、风力发电等相关项目开放。郑泽光表示，希望英方同中方朝着同一方向密切合作，为两国企业合作营造有利的环境，推动开展更有成效的企业合作。事实上，郑大使本人也成为近来中英关系波折的主角之一。此前，英国国会竟以中方制裁反华议员为由，禁止中国驻英大使进入国会大厦，引发国际舆论哗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二也表示，本着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原则开展务实合作，才符合中英双方利益。中英互为重要的贸易投资伙伴，希望英方为中国企业营造公平、开放、非歧视的营商环境。外界注意到，这已经不是约翰逊首次暴露对华矛盾态度。今年1月，他曾表示，英国必须对中国参与其重要基础设施建设保持警惕，但不应因此反华。3月，约翰逊又妄称，中国是英国经济安全的最大威胁，但英国应避免对中国采取冷战心态。7月，一家中资企业谈判收购英国最大芯片制造商 NWF， 约翰逊宣布将对收购进行国安审查，又连忙补充说，不希望因为反华情绪而把所有中国投资拒之门外。分析认为，约翰逊这种兴奋式的双面态度，部分源于英国脱欧之后，英国议会及国内许多政治势力营造了非常浓厚的反华氛围，约翰逊自然不能违背这种政治潮流。但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约翰逊也很清楚，中国市场巨大，放弃就意味着损害英国自身的经济利益。而在疫情期间，英国供应链持续中断，加上脱欧后遗症下货车司机等人力紧缺，让经济复苏进一步受阻，英国政府无法舍弃中国投资。英媒评论指，约翰逊这样的态度还将长期持续下去，中英关系也难回黄金时代。在这个贸易领域呢，它这个投资是需要市场的，对吧？它的这个产品是需要找到出口市场的，它的这个消费也需要有廉价的商品、物美价廉的商品来供应的。所以这方面呢，中国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合作伙伴。所以从实际需求来讲，它不可能断绝跟中国的经贸往来，不可能这个断绝所有的投资关系。一段时间以来，台当局图谋拓展所谓国际空间，操弄对外勾连，谋独活动不断。多次被国台办点名的顽固台独分子吴钊燮，近来更是上蹿下跳。继上月底抛出所谓有意访问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消息传出后，本月下旬更是要窜访捷克。民进党当局大肆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并制造国际挺台的假象，为何说只能是自欺欺人？来看报道。周三，岛内媒体报道，台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下周将窜访捷克首都布拉格的消息。几天前就有不少台媒放风，吴钊燮将前往捷克。报道称，捷克参议院外交安全委员会上周三通过一项所谓台捷合作决议案，邀吴钊燮10月27号、28号前往捷克参加关于台湾的会议。捷克参议院外委会还呼吁捷克和台湾地区要深化交流合作。第二天，台外事部门就立即响应，证实吴钊燮的确有收到邀请函，并开始跟捷克方面的所谓代表处展开联系。与吴钊燮将窜访捷克的消息一同释放的，还有岛内一个65人的经贸投资考察团，将在本周6起一连5天访问捷克、立陶宛及斯洛伐克。需要指出的是，这个经贸投资考察团并非单纯以民间经贸往来的名义前往，担任领队的是台当局发展会议主委龚明鑫，具有明显官方特征。报道称，代表团将进行一系列会晤，焦点放在高科技合作。针对捷克议会参议院外委会通过的相关涉台决议，中国驻捷克大使馆发言人对其持续炒作涉台问题、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发言人指出，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涉及中国核心利益，不容任何外来干涉。中方对建交国同台湾地区开展民间经贸往来不持异议，但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官方往来。一个巴掌拍不响，台湾当局呢，当前情况下，他极其希望到国际舞台上冲破一个中国的原则。其实捷克国内呢，也有一些这个反华势力，他们也想打台湾牌。
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然后呢，在国内赢得一定的这个政治地位或者是政治影响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一拍即合，他们就唱这出戏，分别呢就是想捞取各自的利益。实际上，民进党当局与捷克有关政客相互勾连，在涉台问题上进行挑衅，并非首例。去年8月底，捷克参议长维斯特齐尔曾不顾各方反对，率团窜访台湾，期间还挑衅大陆，在公开演说中高喊“我是台湾人”。民进党当局和绿营媒体对此热烈欢迎，大肆宣传。不过，让民进党当局随后就大失所望。维斯特齐尔在回国后，和捷克总统泽曼及总理巴比什共同参加了捷克国内一档新闻节目。节目中，维斯特齐尔一边狡辩访台是已故前议长的夙愿，一边声称自己从未就台湾问题发表过不当言论，自己没有承认台湾所谓的独立国家。对于维斯特齐尔窜访中国台湾地区的作秀举动，捷克总统泽曼和总理巴比什均明确表示反对。泽曼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批评维斯特齐尔的台湾之行是幼稚的挑衅。捷克政府一直遵守一中原则，称维斯特齐尔此行毫无疑问将损害捷克的利益。而针对捷克议会参议院外委会此番邀请吴钊燮窜访，中国驻捷克使馆发言人表示，今年是中捷两国建交72周年，希望捷方充分认识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某些反华势力的政治操弄，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确保中捷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欧洲的这些议员也都是人精。他实际上就是说，企图就是通过跟台湾打交道，他知名度提高了，甚至也得到了美国或者其他那个反华保守势力的支持，他的意图达到了。但是他回到国内以后呢，那么如果说他想做那些损害中捷之间的利益的这种事情呢，又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甚至他知道国内的主流意见不是这样的，他是违背民意的。所以说这些人你看到就是说他们在台湾骗吃骗喝骗钱骗人，回去以后呢，根本就没有给台湾当局帮什么忙，台湾当局肯定吃了哑巴亏，他没有达到他自己的意图。9月15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向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保存方新西兰贸易与出口增长部长奥康纳提交了中国正式申请加入 CPTPP 的书面信函。此后不到1周，民进党当局也提交申请加入 CPTPP。外交部国台办相继发声，揭露民进党当局就是想以经贸为由进行谋独活动。就在递上申请书后，台当局一片乐观情绪，认为如果获得日本、澳大利亚等国支持，加入 CPTPP 的机会将会很大。不过，根据台媒的最新报道，台当局刚刚被日本兜头泼了一盆冷水。周一，在台湾经济学会举办的台湾加入 CPTPP 的效益与挑战研讨会上，日本台湾交流协会首席副代表星野光明针对台当局所说台湾可获日本大力帮忙，就直言：“我觉得过于乐观。”星野给出的理由是，目前主动表态支持台湾地区的 CPTPP 会员国并不多，而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智利等国都支持中国大陆的申请。事实上，日媒在一开始就对台湾地区加入 CPTPP 的前景不甚乐观。日本经济新闻9月下旬曾发文分析指，台湾地区加入 CPTPP 的门槛很高。当时还没有就任日本首相的岸田文雄也表态称，台湾地区是日本在经济等领域的重要伙伴，必须冷静观察台湾地区是否符合 CPTPP 的高标准。这次来自星野光明的一盆冷水，是否能帮台当局冷静一下呢？事实证明，星野或许低估了台当局掩耳盗铃的能力。台媒报道，台行政部门负责人苏贞昌周二唱高调称，对台湾地区加入 CPTPP 一事仍会极力促成。台外事部门发言人欧江安则放低姿态称，日本是台湾地区重要的朋友，感谢日方长期以来的协助与支持。对于星野光明的表态，欧江安则回应称，我们有注意到相关言论，但是因为这属于个人相关的评论，所以我这边没有进一步的评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曾就台湾地区申请加入 CPTPP 一事回应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地区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与台湾进行官方往来，坚决反对台湾地区加入任何官方性质的协议和组织。中方的这一立场是明确的。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则表示，我们反对民进党当局以经贸为由拓展所谓国际空间进行谋独活动，希望有关国家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不为台独行径提供任何便利和平台。
的的确确，台湾当局想通过加入这样一个组织，提高自己的就是这个经济合作当中的一个地位，让他就是不被这个排除在外。那么台湾当局他能否加入这样一个组织，我觉得大陆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您觉得日本为何对于台湾加入 CPTPP 泼冷水？那么台当局信誓旦旦称日方会帮忙，那么您觉得这个空头承诺能够兑现吗？主持人好，中国大陆和台湾呢都申请加入 CPTPP， 台湾呢是在大陆提交申请以后才匆忙要求加入的，不仅呢没有准备，而且显得有一些盲目乐观。民进党当局呢是把 CPTPP 成员国呢都当成了美国，或者呢误以为这些国家和美国的立场一致，抗华策略一样，结果呢就闹出笑话了，以为这个日本、澳大利亚等所谓价值观相同的国家和地区是一定支持台湾而反对中国大陆的。CPTPP 呢是一个贸易协定，首先呢考虑的是经济利益，中国大陆经济的影响力和贸易额不止呢比台湾要大多少倍，因此呢这个日本说台湾加入是过于乐观了。那么要知道中国大陆可是日本、澳大利亚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其次呢 CPTPP 是一个国际性贸易组织，首先呢得遵守国际法，也就是呢要得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台湾作为中国的一部分是没有资格参加国际组织和机构的，除非呢中国政府同意。也就是说，只有中国大陆先加入了，同意台湾加入，那么台湾呢才有可能。最后加入 CPTPP 呢需要所有成员国同意。目前呢主动表态支持台湾的会员国并不很多，好像呢只有澳大利亚一个，而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智利等好几个国家呢都支持中国大陆申请案。所以呢日本给台湾泼了凉水。那么为什么这个台湾一想日本会帮大忙呢？主要是日本菅义伟当首相的时候，日本高官呢在安全上说过不少大话，包括鼓吹要协防台湾，阻止大陆动武，这呢就让台湾当局产生了幻觉，以为呢这个日本会帮台湾呢加入 CPTPP。 其实安全与金马呢是两码事，更何况呢日本新首相岸田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事务上有政策上的微调，对中国的立场和态度比较顾忌。我认为呢台湾是高估自己了，日本今后也会非常谨慎地对待台海问题，在 CPTPP 上呢恐怕不会轻易地帮助台湾说话了。英国首相约翰逊自称不是恐华症患者，欢迎中国在非战略领域投资。中国驻英大使回应，英方要以实际行动展现诚意。那么您怎么看待英国的态度转变？英方会有实际行动吗？外界呢一直有一种说法，说英国政治人物呢都很狡猾，也很灵活，奉行实用主义。约翰逊首相的对华政策对中英关系伤害呢还是蛮大的。中英黄金时代呢就是在他手里走下坡路的。现在的英国呢远远没有当年大英帝国的那种气度了，更多的呢是在跟着美国背后咋呼的。特别呢是英国退欧以后成了大西洋的孤儿，总想靠在美国身上取暖得宠。约翰逊政府对中英关系的伤害主要呢有4个方面。一呢是跟着美国排斥中国的5G 技术、核电技术，限制英国的芯片技术和产品出口中国，伤害了中英经济往来。二是在香港问题上极不负责，支持反中乱港活动，庇护这个香港逃犯。最令人愤怒的呢是用这个英国国民海外护照也就是 BNO 诱骗香港人到英国去填补劳动力短缺，而不给到英国的香港人一点儿帮助。英国呢只想把香港人的存款呢全部给掏空，这个拉动需求，但不顾港人的教育、就业和基本生活，是很不地道的。3呢是为了显示军事存在，体现约翰逊的所谓全球化的英国，把航母呢开到这个中国南海，用军舰穿越台海，还和美国、澳大利亚这个建立起针对中国的AUKUS 军事同盟，帮助澳大利亚这个建立这个核潜艇舰队，那么给中国安全和西太平洋的和平呢带来很大的危害。也就是说在中国的重大关切和核心利益上，英国人呢是干了不少损人的事，都是在跟着美国呢制约中国的。
好了，那么干了这么多坏事以后，英国发现自己呢也处在困境之中，特别是呢连油罐车司机都找不到，不得不派军队来解决燃油危机以后，约翰逊说话的这个口气呢软了，欢迎呢中国在非战略领域投资，包括金融基建和服务业等等。我个人认为，约翰逊呢不一定是恐慌症患者，但是呢他的政策呢的确给中印关系带来很大的伤害。他目前希望中国投资的领域呢，也都是些低端领域、技术性领域。不过呢，是借中国投资来解决英国退欧以后经济上的衰退。约翰逊呢，他就是这个脱欧的领导者之一，思想右倾。他有一点看法倒是对的，他说呢，中国是我们经济生活中的一个巨大部分，并且呢，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我们的一生之中。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他以及英国政府的抗拒中国的立场有所改变，他只是呢想用说好话来吸引中国的投资。好的，谢谢陈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朝中社周二证实，朝鲜国防科学院使用潜艇824英雄舰试射了新型潜射弹道导弹，取得成功。朝中社称，新型潜射导弹采用横向机动及滑翔跳跃机动等新制导技术，并公布了试射照片。朝方此次官宣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信息？韩国媒体接连发文分析朝鲜此次试射导弹型号为朝版伊斯坎德尔导弹，文中暗示朝鲜有意与韩国军备竞赛，这又从何谈起？来看报道。周二，韩军联合参谋本部发布通报称，朝鲜从咸镜南道新浦一带朝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导弹射程达到450公里。这是朝方自2019年以来再次试射潜射导弹。朝中社当天援引朝鲜国防科学院的消息证实，在5年前成功发射第一枚潜射战略弹道导弹的824英雄舰再次成功试射潜射弹道导弹。新型潜射弹道导弹采用侧面机动及滑翔跳跃机动等许多升级的制导技术，将为国防技术高度化和改进海军水下作战能力做出重大贡献。通过滑翔的这种跳跃式的机动，它主要是解决左右机动的问题。从它这个侧向机动来看的话，应该说呢，它很明显是属于上下机动。那么不管哪种机动，应该说它都是为了规避反导系统的这种拦截，所以从本质上来讲，这种导弹应该说，它的生存能力相应的来讲有所提高。2016年8月24号，朝鲜使用一艘弹道导弹常规动力潜艇试射了北极星1潜射中程弹道导弹。824英雄舰的命名可能来源于此。当时，朝鲜中央电视台公布的新闻画面显示，金正恩在现场观看并鼓掌。但最新的这次试射则没有金正恩到场指导的内容。据韩国媒体报道，824英雄舰为鲸鱼级，是朝鲜唯一一艘2000吨级潜艇，配备一个发射管。韩媒报道称，朝鲜的鲸鱼级潜艇排水量很小，属于微型潜艇，近乎试验艇，并据此推测认为，朝鲜的新型潜射弹道导弹入役尚需时日。但报道也指出，朝鲜的3000吨级潜艇建造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朝鲜近年来大力发展潜射导弹技术，在本月11号举行的朝鲜国防发展展览会自卫2021上，朝鲜方面展示了包括北极星4在内多型潜射导弹，其中还有一种使用双锥体构型的潜射导弹首次曝光。这显示自2016年首次亮相以来，朝鲜的潜射导弹已经发展出至少5种型号。对于朝鲜此次试射新型潜射弹道导弹，韩国媒体极为关注。韩联社称，从朝中社刊发的图片来看，该导弹形状与国防发展展览会上亮相的迷你潜射导弹大体相同，但尾翼稍有不同。观察指出，朝鲜的新型潜射弹道导弹尺寸变小，并且与弹头圆盾的北极星系列潜射弹道导弹不同，这次试射的导弹弹头更尖锐，机动性应该也有所提升。韩国军方依据探测数据推算，该潜射弹道导弹射高为60千米，飞行距离为590公里，具有近程弹道导弹的特点，参数与朝鲜版伊斯坎德尔导弹类似。此外，该型导弹可在水平滑翔后在飞行末段2次爬高，提高了拦截难度。此前，朝鲜试射潜射导弹时，通常以高角度发射，射高达到900千米，被归类为中程导弹。智库机构韩国国防安全论坛的研究员申宗佑表示，朝方此次试射的导弹弹头变小，燃料难免减少，而躲避拦截能力则提高。这可能是为了在潜艇上搭载多枚导弹。
如此一来，朝方在公海上发射此类导弹，足以打击韩国和日本领土。朝鲜它的发射平台来看，因为相对比较落后，所以呢，这就限制了这种潜射导弹它的射程，也就是几百公里，它的载弹数量也是非常有限。目前的情况来看，朝鲜在发展潜射弹道导弹方面来看，仍然属于一种试验阶段。如果说列装的话，我觉得还尚有时日。值得注意的是，韩国方面也在上个月15号公布了韩国新型潜艇岛山安昌浩号成功试射韩自主研制的潜射弹道导弹玄武44的视频。韩国媒体当时报道称，这正是韩国成为全球第7个成功利用潜艇试射潜射导弹的国家。韩国所说的这7个国家包括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这5个既拥有弹道导弹核潜艇，也拥有潜射洲际弹道导弹的核大国，以及印度和韩国。不难发现，韩国有意未将朝鲜列为水下试射潜射导弹或成功的国家之列。对于韩国方面的炫耀，朝鲜国防科学院院长张昌和随即发文吐槽了韩国的潜射导弹。他表示，韩国的玄武44是一款不像样的潜射弹道导弹，不过是刚刚起步阶段，并未解决水中姿态控制等技术，并称韩方的技术水平只达到了朝鲜早期潜射导弹水平。张昌和还认为，和其他国家的携带数万吨、数十万吨当量核弹的潜射导弹相比，韩国的导弹缺乏实战能力，只能用于炫耀和心理安慰。第一，从时间上说，朝鲜发射这个潜射导弹，它早于韩国的话呢2年多。第二的话呢，是从导弹的性能上来讲，双方的导弹性能应该说相差不多，都是几百公里。第三的话呢，从发射平台上来看的话，韩国的潜艇呢，它的性能优于朝鲜的潜艇，所以综合起来看，韩朝两国在发展这个潜射导弹这个领域，应该说的话呢，是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从总体上来讲，应该说是不相上下的。